2017年9月3号，中朝边境的吉林延边发生一次6级以上的地震，但很快大家就发现这不是普通地震，而是对面的朝鲜在搞事情。就在离中国边境几十公里的丰兴里，金正恩引爆了一颗朝鲜历史上威力最大的核弹。朝鲜官方说，那是一枚可以装上洲际导弹的氢弹。这一下子等于是隔着鸭绿江狠狠抽了北京一记耳光。中国救过朝鲜，养过朝鲜，送过粮食，给过石油，替他在联合国挡过无数次压力。可到了最后，这个被中国扶了70年的小兄弟却直接在中朝边境引爆了核弹。更讽刺的是，当联合国要对北朝鲜进行制裁，中国表态支持后，朝鲜官媒立刻开始痛骂中国，说中国贴着地板投靠了别人，对美国随波逐流，失去了自己的主见。他甚至在文章里说，中国应该老老实实向朝鲜表示感谢，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这70多年来是朝鲜一直站在反抗美帝国主义的第一线，用自己的身体替中国挡住了美国和韩国，才换来了中国大后方的和平与安全。所以中国从来不是朝鲜的什么恩人或者大哥，反而是朝鲜帮助了中国。很多人就是从这一刻才突然意识到，宣传中所谓的中朝兄弟友谊从来就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样。更讽刺的是，2018年金正恩在会见时任美国中情局长蓬佩奥的时候表示，中国才是朝鲜最大的敌人，甚至直接说他需要韩国有美国驻军，这样才能保护他免受中国的侵害。在中国这边的传统思维里，我救过你的命，我一直出钱出力养着你，那在设计安全的大事上，你得听大哥的话。但朝鲜的逻辑恰恰相反，正因为你随时能救我性命，你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威胁。因为在金家人眼里，救命恩人如果走得太近，往往喜欢在背后指手画脚，一副太上皇的做派。这种刺猬一样的戒备也不是金正恩这一代人才开始的。早在1992年，中国和韩国准备正式建交的前夕，金日成跑到北京见邓小平，当面甩下一句狠话，既然你们可以和我们的敌人韩国建交，那朝鲜是不是也可以和你们的死敌台湾建交？邓小平的回答也不客气，你们要是敢和台湾建交，中朝就断交。而且邓小平明确告诉他，中朝是兄弟，但不是同盟。中朝关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金家三代是如何一边拿着中国的粮食和原油，一边不停地背刺中国。这就是金将军的中国算计。延安派与八月中派事件。1956年8月的一个深夜，一辆军用吉普车冲向中朝边境，车里坐着的是朝鲜劳动党的几位内阁部长级别的高官，他们都是一些亲华派，跟中共关系比较好。其中有2个分别叫徐辉和尹公钦。就在几个小时前，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跟家里的电话线全被掐断了，他们立刻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被金日成逮捕或者处决，于是连夜越过鸭绿江逃往中国。此后还有更多的朝鲜高官逃了过去，加起来大概有17、18个。这些朝鲜高官的深夜出逃，直接拉开了中朝建交史上最血腥的一场政治风暴。金日成为什么会对党内亲华派下手呢？这个时候距离朝鲜战争结束才3年，中国抗美援朝救了他一命，中朝感情不应该是挺好的吗？原来虽然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了，不打仗了，但战后的朝鲜几乎变成了一片废墟。为了帮北朝鲜进行战后重建，几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没有立刻撤回去，而是继续驻扎在朝鲜。他们帮着朝鲜修铁路、盖房子、挖水渠，甚至在中国自身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向朝鲜无偿援助了大量的金钱物资。朝鲜战争3年，中国光是军费开支就烧掉了7万亿旧人民币，换算成新币就是7亿。
停战之后，中国不但把这笔战费一笔勾销，不要朝鲜还，又额外在1954到1957年这4年间，再无偿赠送了8万亿旧人民币，也就是8亿新币。对中国来说，我这是要表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对于金日成来说，卧榻之侧的几十万中国军队带给他的却是一种极其强烈的窒息感。几十万在战争中打出巨大威望的中国军队就在平壤郊外，那么在朝鲜到底是谁说了算？这种恐惧和戒备其实早就在战争期间埋下了种子。当时彭德怀作为志愿军的总司令，在军队的指挥权、铁路的管理权以及几次重大战役的战术安排上，都跟金日成发生过非常严重的争执。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第3次战役之后，当时彭德怀根据前线的实际消耗，认为志愿军已经极度疲劳，后勤基本断绝，必须立刻停止南下，休整部队。但金日成却急于求成，非要逼着中国军队一鼓作气冲到最南边。两边在会议室里吵得不可开交，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在看完了全盘的军事汇报后，每次都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彭德怀这边，甚至直接下令朝鲜军队也必须听彭德怀的指挥。这种大国在头领上进行联合施压的经历，让金日成的自尊心和主权意识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也让他很早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给的援助越多，中国在朝鲜内部的政治影响力就越恐怖。更让他感到威胁的是，当时朝鲜劳动党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好几个派系，其中势力最大的2个，一个是苏联派，也就是常年生活在苏联，跟着苏军一起回国的朝鲜干部；另一个就是延安派，这批人早年在中国东北和延安参加过中共军队，跟日军和国民党都打过，有的甚至在中共的第4野战军里当过高级将领，跟中共领导结下了非常深的个人交情。对金日成来说，要建立一个权力绝对集中的金家天下，这批背后站在北京和莫斯科的党内大佬，就是他权力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到了1956年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发表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刮起了一场风暴，各国党内都掀起了反对个人崇拜的浪潮。这对于正在朝鲜内部加紧树立个人权威的金日成来说，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麻烦。朝鲜党内的延安派和苏联派早就对金日成疯狂发展重工业、无视老百姓民生的激进经济政策感到不满，现在又拿到了莫斯科反对个人崇拜的尚方宝剑，于是决定联手发难，试图在1956年8月的中央全会上，利用民主选举的章程，把金日成从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逼退，或者至少限制他的权利。但他们严重低估了金日成的政治手腕和狠辣程度。8月的全会上，延安派的尹公钦刚刚站起来发言，批判金日成的个人崇拜，话还没说完，金日成事先布置好的游击队派干部就一拥而上，把会场占领了，用口号和谩骂把尹公钦的声音彻底淹没。金日成根本不跟他们讲什么路线辩论，直接利用自己在全会里的人数优势，当场宣布把徐辉和尹公钦这些人，无论是延安派还是苏联派，统统定性为反党宗派分子，撤销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散会后，几位延安派高官发现情况不对，连家都没敢回，开着军用吉普车一路狂飙，逃到了中国。毛泽东在听完对这些逃亡干部的审讯和汇报后，非常愤怒。当时中国军队还在朝鲜驻扎，金日成竟然就敢如此大张旗鼓地清洗清华派官员。于是毛泽东立刻给赫鲁晓夫写信，把情况通报给了苏联。随后北京和莫斯科做出了一个联合干涉决定，中国派出了在朝鲜军队里威望极高的彭德怀，苏联派出了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两个大国巨头组成的联合代表团，直接坐飞机强行降落在平壤。彭德怀和米高扬见到金日成后，直接把中国掌握的清洗材料和逃亡干部的控诉甩在桌子上，进行逼宫。他们明确警告金日成，立刻承认错误，重新召开中央全会，
把开除党籍的延安派和苏联派官员全部官复原职，把抓进监狱里的人全部放出来，否则中苏两家将不再保证你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面对中苏两国的联合施压，金日成在表面上表现得极为顺从，近乎低声下气，全盘接受了中苏代表团的所有条件，并且承诺绝对不再搞扩大化的肃清。然而这只是金日成的缓兵之计。彭德怀和米高扬前脚刚坐飞机离开平壤，金日成后脚就撕毁了全部协议，在国内立刻启动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秘密清党行动。他首先在全国范围内搞党员重新登记和清查反革命分子，表面上是抓南方的间谍，实际上是针对所有和延安派、苏联派有牵连的中高级干部。那些刚刚被中苏代表团保下来的官员才从监狱里放出来，很快就被保卫部以各种各样的莫须有罪名重新抓回了监狱。而且这一次金日成没有再留任何情面，枪毙的枪毙，劳改的劳改。大量清华的朝鲜干部在这场大清洗中被连根拔起。金日成用这样一颗颗落地的人头向北京和莫斯科发出了一个信号：你们的物资和粮食援助来多少我要多少，但在朝鲜的土地上，谁敢跟我争夺权力，谁就得死。1956年的8月中派事件是中朝同盟关系发展史上真正的分水岭。在这场风波之前，中国和苏联还可以通过党内的派系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对平壤的决策层施加直接的政治约束。但在8月事件之后，这些力量都被金日成彻底铲除了。毛泽东后来在1956年底和苏联大使谈话时，无奈地说了大概这么一番话：金日成他这个人啊，原本是一棵小树，你们把它种下去了，美国人把它拔上来了，现在我们又把它种下去了，现在好了，它长大了，不理我们了，不听话了。这其实就是毛泽东的一个试探，毕竟中国当时在朝鲜有40万的驻军，难道还摆不平金日成？唯一的障碍就是苏联。然而苏联坚决反对中共这么干，原因就是金日成原本就是个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的小军官，苏联挑选了他，并一手把他扶持了起来。如果让中国人搞掉了金日成，换上来的必然是亲中的，这对苏联可不是什么好事。毛泽东看苏联不肯放弃金日成，而且中苏关系也逐渐紧张，就转而开始拉拢金日成。1958年10月，毛泽东还主动把40万志愿军全部撤出了朝鲜。要知道，之前就连金日成也没有提过这种要求，这让金日成感到非常满意。毛泽东卖国。1962年，中朝两国秘密签署了中朝边界条约。在这份条约里，原本地图上完全属于中国境内的长白山主峰被划给了朝鲜，大半个长白山天池也成了两国的界湖，朝鲜分走了其中的 54.5%。当时这个条约是完全秘密的，中国老百姓根本不知情。直到几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消息走漏，当时的延边朝鲜自治州州长朱德海直接被造反派揪了出来，罪名就是大卖国贼，说他把中国神圣的长白山当天赐礼物送给了朝鲜。朱德海最终在旷日持久的纠斗中被迫害致死。直到今天，很多人在长白山旅游时看着天池中间那条隐形的边界线，依然觉得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在经历了抗美援朝，付出了几十万人伤亡的代价后，还要在边界主权上对平壤做出如此巨大的退让？这种割让领土的事情当然不可能是延边州的州长就可以决定的，原因在一个人身上，毛泽东。上个世纪6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彻底分裂了，中苏两党因为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的分歧，爆发了非常惨烈的公开论战，彻底决裂。1960年7月，苏联突然撤走了全部在华的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合同。而中国国内在大跃进的一顿瞎操作下，爆发了大规模的饥荒，几千万人饿死，中国经济极端困难。因此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在外交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孤立。
在这个最需要盟友的节骨眼上，毛泽东认为绝对不能让朝鲜彻底倒向苏联，因为一旦金日成全盘投向莫斯科，一方面东北重工业基地会被苏联的势力范围三面合围，另一方面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就基本成了孤家寡人。而当时毛泽东还想和苏联争一争社会主义阵营老大的位置。为了拉拢这个邻居，中国对平壤采取了极度忍让，甚至可以说是讨好式的安抚政策。只要能换取朝鲜在政治上对中国的支持，物资可以无偿提供，甚至悄悄将大部分天池和长白山主峰主动让给了朝鲜。然而金日成却从来没有打算跟中国建立起真正的友谊，相反，他极其敏锐地嗅到了这两个大国决裂背后的巨大红利，把骑墙术发挥到了极致。在面对中国的时候，金日成表现得非常积极。他知道毛泽东在跟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正统，于是频繁跑来中国，在很多公开场合声援中国的反修立场。毛泽东对此非常感动，为了表达对金日成的特殊信任，甚至做出了一个非常荒诞的决定。他多次跟金日成说，中国东北那就是朝鲜的大后方，以后中国东北会交给你来打理。这并不是一句客套话。1963年金日成来中国视察，邓小平奉命全程陪同，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个省的省委书记和高级干部排成队轮流向金日成汇报工作。更荒唐的是，金日成回到朝鲜之后，干脆在平壤办下了一个东北领导干部培训班。中国东北各省的司局级官员被成批的接到朝鲜，大吃大喝招待好，然后坐在那里向金日成汇报自己省里的工作。也就是说，中国的地方官员要跑到平壤向一个外国元首述职。这种事放眼整个现代国际关系史，大概也是独一份的奇景。这件事留下的尾巴一直拖到了下一代。2000年，金正日第一次到北京正式会见江泽民，一开口就说，江总书记，我准备去东北视察，您帮我安排一下。江泽民当场就愣住了。视察这个词在中文是什么意思？是上级检查下级的工作。您来中国叫访问吧？金正日说，不，就是视察。我爸跟我说的，东北都是我们的。江泽民更加一脸懵。金正日接着补了一句，其实这话不是我爸说的，是毛主席说的。江泽民随后就让中联部去查，中联部第二天汇报，毛主席确实说过这话，而且不止一次。这件荒唐的外交遗产就这样从毛泽东传给了金日成，再传给了金正日，又传到了江泽民这儿。而中国方面自从毛泽东去世之后，就再没有任何领导人承认过这个承诺。朝鲜方面反复追问，中国一概不予回应。毕竟毛泽东一个人傻叉就行了，不等于大家都得跟着傻叉吧。事实上，如果毛泽东觉得靠这种掏心掏肺的让步就能把平壤死死绑在自己的战车上，那就太天真了。金日成一坐上回平壤的火车，立刻就转头和莫斯科暗通款曲。毕竟中国虽然给出了面子和里子，给了粮食和原油，但中国那点底子根本给不了最核心的重工业技术和现代化武器。于是1965年，在勃列日涅夫上台调整了苏联对朝政策之后，金日成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委托驻苏联大使给苏联外交部带话，请求勃列日涅夫秘密接见他。苏联为了把朝鲜从中国的拉拢中拽过来，给平壤开出了无法拒绝的价码。苏联愿意无偿提供大量的先进技术和贷款，帮朝鲜援建金属、能源和石油化工企业。而且苏联还同意把之前朝鲜欠苏联的所有长期贷款全部延期14年，而且延期期间1分钱利息也不收。在军事上，苏联还直接提供了地对空导弹和米格系列战斗机。拿到了苏联的技术和免息贷款后，朝鲜在平壤的国庆大会上开始大肆歌颂苏联的国际主义援助，宣称朝鲜在反帝斗争中将永远和苏联走在一起。毛泽东发现被金日成耍了之后，中朝关系迅速降温。1966年5月，
金日成在海参崴和勃列日涅夫举行了一场绝密的地下会晤。当时中国刚刚开始酝酿文化大革命。根据后来的解密档案显示，金日成对苏联领导人毫不掩饰地表露出了他对中国政策的蔑视。他对勃列日涅夫说，中国搞的这套文革路线愚蠢的简直不可思议。从金日成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大国看来，小国往往只是棋盘上的一枚战略棋子，但真实的国际政治往往相反。当两个大国斗得你死我活，都在寻求拉拢中坚力量的时候，夹在中间的小国反而拥有巨大的杠杆优势。金日成从来就不是一个只会被中国或者苏联轻易摆布的小跟班，只要中苏矛盾一天不解决，他手里的筹码就永远有效，就能两头通吃，同时还能维持金家王朝的自主权。边境喇叭战。1968年的鸭绿江和图们江边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和朝鲜长期通过高音喇叭对峙，中国这边搭起了高高的架子，把扩音器对准江对岸，每天连续10几个小时播放反修文章，痛骂朝鲜是朝修资产阶级骑墙派。而朝鲜那边也不甘示弱，在江对岸竖起高大的金日成塑像，安上同样功率的大喇叭，隔着江狂喊大国沙文主义。两边对着骂，把中朝边境闹得鸡飞狗跳。情势，中国文革爆发后，极左的外交路线开始外溢，北京街头成批的出现了针对朝鲜的大字报。红卫兵在传单里公开攻击金日成是赫鲁晓夫的门徒。因为金日成伙食好，长得比较圆润，红卫兵还给他贴了一个标签，叫长得很胖的修正主义分子。这种社会思潮还蔓延到了延边地区，这里是中朝边境和朝鲜族集中居住的地方。在当时的延边，造反派为了证明自己的革命彻底性，开始疯狂地抓捕所谓的朝修特务。在他们眼里，只要和朝鲜有亲属关系的本地朝鲜干部，全都有特务嫌疑。许多人被迫害致死或者自残。整个延边地区因为所谓的朝修特务案遭到迫害的干部和边民就多达上万人。大批旅居朝鲜的华侨也因为不信任而选择私自越境回国。中朝边境的气氛紧绷到了极点。面对中国国内这种完全失控的狂热，金日成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羞辱，还有极度的恐慌。在中国，一群普通学生就可以把国家主席弄起来批斗，甚至殴打，这太可怕了。金日成要求必须时时挡住这股狂热，绝对不能让中国的文革思潮传进朝鲜，动摇金家政权刚刚建立起来的权威。1968年5月，金日成在会见苏联内阁副主席诺维科夫时，突然向苏联政府提出了一个紧急请求。朝鲜政府希望苏联能够给平壤领导人开辟一条特别航线，让朝鲜的专机能够不飞越中国的领空，而是绕直接飞往莫斯科。金日成当时严肃地向苏联人解释，现在中国国内完全是一帮失去理智的红卫兵在掌权，如果朝鲜领导人的专机在飞越中国领空时发生任何机械故障被迫降落，红卫兵很可能会冲上飞机，对朝鲜领导人进行当众揪斗和侮辱。这对于把尊严和个人崇拜看得高于一切的金日成来说，是绝对无法承受的灾难，因此他宁可绕路。为了把中朝边境的政治污染彻底隔离，金日成在朝鲜境内迅速启动了一场去中国化行动。朝鲜政府强行关闭了境内所有的华侨学校，大部分华侨子女被强制并入朝鲜本地学校接受主体思想教育。原本中国驻平壤大使馆在门口设立了宣传橱窗，朝鲜政府连续警告抗议了30次，见中国使馆置之不理，朝鲜干脆直接派出施工队，把中国大使馆门前的整条马路彻底封锁施工，禁止任何朝鲜老百姓接近使馆。在朝鲜各地的书店里，原本毛泽东的著作和中国革命书籍卖得很好，往往也摆在最显眼的位置。现在一夜之间被全部撤架，直接扔进了垃圾桶。取而代之的是金日成语录和长白山抗日游击队的历史宣传。朝鲜报刊甚至开始大量发表高句丽抵抗隋唐侵略的历史文章，借古人的口把中国直接影射为妨碍朝鲜民主独立的罪魁祸首。
到了1969年，中朝人员往来、边境贸易和民间亲属走访全部停顿。中国驻朝鲜的大使焦若愚应召回国参加运动，平壤2/3的外交官也撤回了国内，两国的交往几乎只剩下了几封理性的电报。靠恐惧维持的兄弟重逢。1969年9月30号，北京的外交部在最后一刻突然接到了中央的死命令，必须立刻向平壤发出正式电报，邀请朝鲜代表团来参加新中国建国20周年的国庆庆典。这封紧急邀请是在下午3点半发报，平壤方面在傍晚6点就迅速回复同意。当天深夜11点，朝鲜的保密专列就开进了北京的车站。朝鲜的2号人物崔庸健带着党政代表团走下了火车，周恩来亲自在站台迎接他们。从中国在最后一刻发出邀请到朝鲜代表团深夜抵达北京，整个过程只用了短短8个小时。前2年还在鸭绿江边架起大喇叭隔空骂街，为什么到了1969年的11国庆，两边突然之间又走到一块了呢？原因就是在1969年3月，中苏边境的珍宝岛爆发了武装冲突，中国和苏联彻底从口头论战变成了真枪实弹的对抗。冲突发生后，苏联开始在远东和中苏、中蒙边境大规模调兵，甚至在私底下向美国探风，扬言要用战术核武器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劳永逸的打击。全中国在一夜之间进入了准备打仗的极度紧绷状态，大批的城市人口开始挖防空洞，国家的核心产业也开始往深山里转移。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自然不能让自己的侧翼再出任何乱子，必须立刻消除东北边境线上的不稳定因素。而巧合的是，朝鲜在这一年也踩到了雷。1969年4月，朝鲜人民军在附近海域上空直接击落了美军的一架大型电子侦察机，机上31名美军机组人员全部丧生。美国尼克松政府极其愤怒，一支由航空母舰组成的美军舰队迅速开进了日本海，在朝鲜家门口摆出了随时准备发动军事报复的临战姿态。这种不安全感成了中朝关系迅速回暖的催化剂。金日成担心，美军一旦打过来，中国又从后面动手，那就会腹背受敌。因此，开始在国际舞台上低调处理和苏联的关系，拒绝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毛泽东也敏锐地看准了这个时机，抛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1969年的10月1号那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紧紧挽着崔庸健的手走向了观礼台。毛泽东很直接地对崔庸健说，美日现在的目标其实是中国，我们两国必须靠近。崔庸健也立刻心领神会，跟着表态说，中朝在历史上都是把鲜血留在一起的。这场在城楼上展现出来的兄弟重逢看起来情真意切，但其实两边在此之前已经私下谈好了交易。就在这年的9月初，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周恩来和崔庸健都去了河内参加葬礼。在河内和北京机场的2次秘密会晤中，崔庸健一方面说愿意和中国改善关系，另一方面又跟周恩来开出了2个条件。一是中国必须立刻拆除东北边境线上所有针对朝鲜的高音喇叭，停止一切辱骂金日成和朝鲜路线的宣传。第二，中国不能干涉朝鲜和苏联继续保持经济和军事接触，不能强迫朝鲜在中苏之间选边站队。中国高层几乎没有做任何讨价还价，全盘接受了朝鲜开出来的条件。中朝关系在这场巨大的危机里迅速完成了握手言和。周恩来随后在1970年春天出访平壤，金日成也紧跟着秘密回访北京。中国也重新开始向朝鲜援助武器、原油和粮食。这段历史最讽刺的地方就在这里，中朝之间的同盟关系从来就不是靠所谓的信任或者意识形态上的手足情谊来维持的，它在本质上是靠恐惧来维持的。只要外面出现了生死威胁，昨天吐在对方脸上的口水，今天就可以直接当成墨水来签友好条约。明码标价的邓小平。1978年9月，
邓小平在复出后出访平壤。金日成十分看重这次访问，特意带他去瞻仰刚刚建好不久为万寿山上的金日成铜像。这座铜像有20多米高，重达70多吨，表面金光闪闪。且不说让邓小平去仰头参观自己的铜像本身就不太礼貌，关键是修这个雕像的铜是之前中国援助的。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才露出一丝苗头，国内还有上亿的农村人口连吃饱饭都困难，极度贫困，而朝鲜却拿着中国的援助在全国到处建铜像和永生塔。邓小平站在雕像前，脸色铁青，他当时就问身边的陪同官员，这尊雕像从头到脚到底贴了多少亿的黄金？随着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路线，整个国家都开始全面向美国和西方世界靠拢。邓小平很清楚，中国要想拿到现代化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就必须彻底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必须和美国搞好关系。在这样的国家大局下，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从朝鲜战争到毛泽东去世，中国给朝鲜的东西有多少呢？战争期间的军费不算，光是战后重建这一块，1970年代，中国每年免费给朝鲜输送的原油，最高峰时达到了140万吨。中国甚至还在1976年给朝鲜修了输油管，年输送能力400万吨。除了能源，还有工厂、铁路、发电站，以及每年规模不等的粮食和现金援助。到了80年代，朝鲜欠中国的外债就已经堆积到了13亿美元，但从来就没有打算还过。时代变了，毛泽东那种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为了维持革命盟友面子，要多少给多少的无条件供血，在邓小平眼里开始变得极不合时宜。中国自己的工厂都在搞自负盈亏和承包制，国家财政开始精打细算，自然不可能再继续当那个没有底线的冤大头。1985年，朝鲜派人把一批急需保养的米格战斗机运送到了辽宁的沈阳飞机制造厂，要求中方进行成套的大修。朝方人员理直气壮地给出了一个理由，说这批飞机当年都是毛泽东在抗美援朝和战后无偿赠送给朝鲜的，现在飞机到了大修的年限，作为当年的赠送者，中国理所当然应该负责免费修好它。但这个时候的沈阳飞机制造厂全面推行了厂长负责制和自负盈亏，车间里的每一个零件、每一个工时都有着严格的财务指标。厂方代表直接拒绝了朝鲜人的要求，明确表示大修可以，但必须按照合同如数给钱，否则概不接单。朝鲜代表当场就愣住了，他们一路上访，外贸部、经贸部甚至在办公室里和中国官员吵了起来，质问中国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大家难道不再是社会主义亲兄弟了吗？这句话其实挺无耻的，是吧？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爷爷传位给儿子，儿子传位给孙子的？事实上，早在这批飞机送到沈阳之前，邓小平就已经在内部会议上把话说透了。他把胡耀邦和杨尚昆等几个人叫了过来，专门讨论对朝政策。邓小平的原话大意是，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援助越南、阿尔巴尼亚和朝鲜，越南和阿尔巴尼亚都跟我们闹翻了，现在准备让第三个也闹翻，但争取不翻。这句话说明了邓小平的真实心态，他其实做好了被朝鲜翻脸的准备，只是尽量避免。修飞机的官司一路打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直接在文件上批了2行字，我们也是军火商，我们也要做生意。在随后几年的外贸供货中，中国开始大面积削减对朝鲜的无偿援助，即便是最核心的原油供应，也开始逐步要求朝鲜按照国际市场价格用真金白银的外汇进行结算。金日成突然发现，过去那个只要自己跑去北京诉苦就能要来无数粮食和石油的慷慨老大哥彻底消失了。朝鲜劳动党内部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在金家王朝的思维里，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外交算账，本质上就是对社会主义的彻底背叛。他们很快在内部的政治材料和形式教育里直接给中国定调，说中国从11届三中全会开始就开始搞起了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底向西方投降的极度危险的邻居。
为了防止中国的市场经济思想污染朝鲜的绝对集权，金日成在平壤下达了防范指令，甚至在内部提出要求以鸭绿江为界，严密控制任何中国出版物的流入，严格审查边境两岸的民间接触，绝对不能让中国那种崇拜金钱、讲究成本的歪风吹到朝鲜清洁的上空。中朝同盟的真正葬礼。1993年9月23号，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拆开信封，准备宣布2000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当时全中国几亿守在电视机前的民众都觉得北京稳了，因为前几轮投票北京一直遥遥领先，可就在最后一轮，萨马兰奇念出的名字却是悉尼。北京以2票之差惨败，很多中国人在电视机前当场流泪。中国哪怕只要多1票也是个平局。后来在中国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这关键的1票就是朝鲜人在背地里报复性的投给悉尼的。因为国际奥委会投票都是秘密进行的，目前我也没有找到明确证据证明这个说法，但无风不起浪，朝鲜当时对中国的确是恨意满满。原因是1年之前1992年8月24号，中国和韩国在北京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中韩正式建交。但对于平壤的金家王朝来说，老大哥中国和自己的死敌韩国握手言和，这无异于彻头彻尾的背叛。中韩两国的接触其实在整个80年代就已经在民间开始了，尤其是体育和贸易方面。当时韩国经济实现了震惊世界的崛起，中韩两国的民间贸易额在9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近40亿美元，而同期中朝贸易额只有可怜的4亿多。且不说中国还是朝鲜的第1大援助国，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朝鲜另外还欠着中国13亿美元的外债不还。当时中国因为6·4事件受到西方封锁，急需找到资金和市场的突破口。而这个时候，韩国对中国有着强烈的建交愿望，加上它自身的庞大经济体量，建交对中国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其实在中韩建交之前，金日成就感觉到了苗头不对。1991年10月，金日成进行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正式访华。在北京，他见到了已经宣布退休的邓小平和新一代领导人江泽民。金日成当时就非常强硬地质问中国高层，说中国是不是已经做好了抛弃老朋友，准备去和韩国建交。就像视频一开头说的，为了逼中国让步，金日成甚至直接威胁邓小平，大概意思是说，如果中国和韩国建交，那么朝鲜是不是也可以和中国的敌人台湾建交？邓小平很不客气，直接盯着金日成回了一句，你们要是敢和台湾建交，中朝两国立刻断交。他甚至还说，从历史上来看，同盟是不能相信的，军事同盟也不能相信，中国奉行的是和平共处5项原则。言下之意，双方1961年签订的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在北京眼里已经是一张废纸。金日成大概没有想到，邓小平能把话说得这么明白。邓小平的强硬让他不得不退缩了回去。到了1992年夏天，中朝秘密建交谈判已经大功告成。在建交前夕，中国才派外交部长钱其琛坐着专机直接飞往平壤，去给金日成送达最后的通知。以往中国领导人或者特使来访，朝鲜都会组织盛大的国宴和群众欢迎，但这一次，金日成在一个非常简陋的会客室里见了他。钱其琛说完中韩建交的事情后，金日成脸色极其难看，连外交宴会和午餐都没有安排，直接扔下了一句，中国既然要办，那就照着办吧，朝鲜会继续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困难我们自己会克服。金日成在送走中国特使后，内心的仇恨彻底爆发了。他去军官学校视察的时候，对朝鲜军方的中高级将领发表了一场内部讲话，说中国已经背叛了我们，中国是叛徒，中国现在是我们的敌人，你们从今往后要做好朝中关系彻底破裂的准备。随后，朝鲜高层甚至扬言要在台北设立办事处来进行报复。到金正日接班后，更是放出狠话，说一旦朝鲜半岛爆发战争，周边大国谁也别想看热闹，都得跟着一起完蛋。
1997年邓小平去世时，内心充满恨意的金氏家族连最基本的国境礼节都省了，没有派任何人前往中国驻平壤大使馆去进行调研。1992年的中韩建交，从历史来看，就是中朝特殊同盟关系真正的葬礼。实际上，在我看来，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搞和平发展，势必和朝鲜分手。而金家王朝在这件事情上对中国深入骨髓的仇恨和极度的不安全感，直接成了朝鲜后来不顾一切，宁可让老百姓饿死，也必须研发核武器的根本动力。临边火光。2002年10月，中国警方在沈阳以涉嫌偷税漏税等罪名，把荷兰籍的华人富商杨斌当场逮捕。就在被抓的几天前，金正日刚刚在平壤秘密召见了杨斌，并且正式任命他为朝鲜新义州特别行政区的首任特首。金正日当时想在鸭绿江边搞一个完全模仿中国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绝对不需要中国政府插手的独立经济特区。结果中国高层连商量都没跟平壤商量，在杨斌走马上任的前几天，在沈阳把他给抓了。紧接着新义州沿江的电网和铁丝网被重新拉了起来，平壤这个资本主义特区梦还没开始就无疾而终。这场特首抓捕案表面上是一桩经济犯罪案，但本质上它是中国给平壤的一个警告。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紧跟着中国又在1992年跟韩国正式建交，一夜之间，平壤的金家王朝彻底变成了地缘政治上的孤家寡人。失去了苏联长期提供的廉价原油和军火，又失去了中国无条件的经济兜底，朝鲜随即陷入了建国以来最惨烈的经济崩溃。从1994年开始，朝鲜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大饥荒，金将军给他取了个名字叫苦难行军。由于缺少化肥、电力和农机原油，朝鲜的农业生产连续几年绝收，老百姓成批的饿死。在整个大饥荒期间，中国是朝鲜最大的救命稻草。1994年，金日成刚去世，中国就一次性运去了10万吨粮食，此后10几年，粮食一车接一车往北边运。美国国会研究所的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09年，中国对朝鲜的粮食援助累计是345万吨，占全球对朝鲜粮食援助总量的 26.9%， 排名全球第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估算是，仅1990年到2005年这15年间，中国对朝鲜的援助总额就在15亿到 37.5 亿美元之间。朝鲜进口的石油有 70% 到 90% 来自中国。这个政权能撑过苦难行军没有崩溃，说到底是中国一口一口喂活的。然而在这种物质极度匮乏，国家随时可能彻底崩溃的情况下，二代领导人金正日不是想着搞好经济，反而是把所有赌注全部压在了核武器上。而且金正日认为，核武器如果只是藏在地下，那就只是一堆废铁，但如果把核武器用来搞讹诈，制造地缘危机，它就能为朝鲜带来源源不断的能源和粮食。于是朝鲜首先在地下秘密进行了核原料的提炼和研发，等到手里的筹码差不多了，就突然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甚至直接在地下引爆核弹。这种出其不意的举动，每次都会在东北亚引发一场政治地震，逼着极度害怕家门口生乱的中国和急于维护核秩序的美国不得不捏着鼻子一起坐到了谈判桌前。为了安抚这只随时准备自爆的刺猬，中国在2003年牵头组织了北京六方会谈。在这场漫长的外交拉锯战里，金正日搞起了切香肠战术。他在六方会谈上表现得极为无赖，每次只要朝鲜在口头上答应暂缓核计划或者封存临边核设施，中国就必须带头给朝鲜送去几十万吨的无偿粮食、几万吨的化肥以及海量的重油援助。美国也必须跟着解除一部分金融制裁，甚至承诺帮助朝鲜建设不生产核原料的清水反应堆。可这些国家的援助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新义州的仓库，等平壤的财政缓过劲来之后，金正日会立刻找个借口翻脸，继续大张旗鼓地制造核武器。
中国辛辛苦苦地组织了10几轮会谈，最后换来的却是朝鲜在2009年正式宣布永久退出六方会谈。六方会谈上的这种反复，其实只是朝鲜无赖风格的一个缩影。英国金融时报2007年有篇报道说，中国有1800节满载食品和物资的火车车厢开进了朝鲜境内，然后就再也没有开回来。因为朝鲜不仅把物资给收了，还把这些车厢全部拆了当废铁卖给中国。中国对金家王朝的这种反复显然非常愤怒。根据维基解密，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在跟美国官员提到朝鲜时说，朝鲜就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而朝鲜的核计划也被他称为是一个对全世界安全的威胁。英国卫报甚至报道说，中国私下里向美国透露，北京政府甚至在考虑支持韩国统一朝鲜半岛。2009年10月，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半岛局势，中国高层特意出访平壤，去庆祝中朝建交60周年。那次访问，中国再一次送去了巨额的无偿经济援助，但在朝中社发出的官方照片里，金正日站在中方领导人身边，脸上几乎看不到一丝微笑。而在那个时期，2003年，萨达姆在伊拉克被美国送上绞刑架；2011年，利比亚的卡扎菲在废弃管道里被反政府武装乱枪打死。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在西方的安全承诺和经济诱惑下，主动交出了自己正在研发的核计划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美国一翻脸，他们的政权和生命在短时间内都被报销了。萨达姆和卡扎菲的悲惨下场，彻底撼死了金氏家族对核武器的执念。平壤在内部会议里不止一次拿这两个反面教材来警告高级军官，大国给的所有安全承诺连废纸都不如，当美国指责你有核武器的时候，你最好真的有。金正恩对中国的恐惧。2013年12月8号，朝鲜平壤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几名武装军警突然逮捕了朝鲜的第2号人物张成哲，像拖死狗一样把这位权倾朝野的朝鲜摄政王架出了会场。几天之后，平壤官方宣布张成哲为千古立贼，没过几天就将他处死，死因也很惊人。一开始说是放狗把他咬死的，后来又说是用高射炮进行的炮决。而这场宫廷大清洗指向的正是张成哲背后的中国。此前2011年底，金正日突然去世，年仅28岁，在党政军内毫无根基的金正恩仓促上台。当时中国高层在直觉上做出了一个极大的误判，北京原本以为这么一个缺乏执政经验的年轻人，又面临国内经济崩溃，不要太好拿捏，中国完全可以通过加大援助去深度影响这位年轻人的对外政策。但北京严重低估了金正恩骨子里的狠辣。金正恩一上台就对那些亲华派下手了，而这其中最大的山头就是他的姑父张成哲。张成哲在金正恩时代就是朝中经济合作的实际操盘手，罗江和黄金坪2个特区的开发全是他一手促成的。在中国商人眼里，张成哲是平壤内部唯一能说得上话，也唯一懂中国市场规则的开明高官。但在金正恩眼里，张成哲掌握着朝中贸易的独家批文，控制着朝鲜最核心的煤炭和矿产出口，还经常私底下向北京高层传递平壤内部的权力动向。更关键的是，两人在关于核武器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上意见严重不合。处决了张成哲之后，金正恩开始在劳动党和军方内部展开全面清洗。任何主张效仿中国搞经济体制改革，或者在对华政策上稍微流露出温和态度的中高级官员，全部被连根拔起。当然，金将军还是想要赚中国钱的，只是他选择的方法完全上不了台面。2013年开始，朝鲜就开始大规模的伪造人民币，并投放中国民间。这些假币由于是国家行为，所以仿真程度非常高，肉眼根本没有办法识别，甚至一般普通验钞机也没办法验出来。除此之外，朝鲜政府还亲自下场做毒品生意，从集体农庄到劳改营都被强制划出一块块地来种罂粟，
生产出来的毒品大量流入了中国，病毒是大头，也夹带着海洛因，让中国东北好几个边境城市的毒品问题烂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其他像走私、网络攻击这些灰色产业，朝鲜也搞得有声有色。但金正恩的算计并没有到此为止，为了彻底摆脱中国的掣肘，他还铲除了自己的亲哥哥金正男。作为金正日的大儿子，金正男因为早年在政治理念上与父亲不合，常年带着家小流亡海外，主要是在中国澳门和东南亚一带低调生活。长久以来，中国政府出于对东北亚局势的长远战略预备，在暗地里给金正男提供了资金和安全保护。在北京看来，金正男就像是一个放在保险箱里的备胎，一旦平壤的年轻继承人彻底失控，或者朝鲜内部发生不可逆转的政变，中国就可以把这个有着金氏家族纯正血统的大太子扶植上去，用来稳定平壤局势。金正恩太清楚这个备胎的存在了，只要金正男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的位置就不牢固。2012年8月，张承泽在访华的时候，当着胡锦涛的面建议，想把金正恩换下来，换金正男来担任朝鲜最高领导人。结果被周永康窃听到了。周永康把这个消息在2013年初悄悄告诉了金正恩，金正恩大怒，直接导致张承泽被处决。2017年2月13号上午，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常年隐姓埋名的金正男正站在自助值机柜台前，准备前往澳门。突然，两名年轻女子悄悄接近了他，一名女子在前面引开他的注意，另外一人从后面勒住他的脖子，并袭击了他的面部。这名袭击者的左手戴着一个手套，过程仅仅5秒，两人就放开他跑掉了。几分钟后，金正男就开始浑身抽搐，口吐白沫，在送往医院的救护车上痛苦地死去。马来西亚警方随后的毒理报告震惊了世界，刺客使用的是国际上明令禁止，只要1微克就能致命的军用级 VX 神经毒剂。金正恩用这场精心策划的跨国暗杀，把中国苦心经营用来干预平壤权力的最后一颗棋子彻底清理干净。这种对于中国干涉的极度防范和恐惧，也在随后的国际秘密外交中被金正恩亲口坐实了。2018年3月25号，金正恩坐着专列去往北京，这是他执政7年来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要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后，其实中朝关系就被降格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曾经一度没有对朝鲜进行任何访问，一直到2015年刘云山庆祝朝鲜劳动党建党70周年才去了一趟平壤。一个刚刚杀光了国内亲华派，毒死了自己亲哥哥的独裁者，怎么一转眼又主动跑来北京认大哥了？这根本不是因为两边重新产生了一丝一毫的温情，纯粹是因为金正恩马上要跟川普谈判了，他想尽可能的增加自己手里的筹码。金正恩很清楚，美国人之所以愿意放下身段来跟他对等谈判，不是因为朝鲜有多强大，而是因为朝鲜背后站着的是中国。如果他不见一见北京的领导人，他就没有办法在川普面前证明自己背后有中国的战略支持，他就失去了向美国开出天价条件的底气。而中国也绝对没有办法容忍朝鲜跨过北京，直接去跟美国和韩国达成任何颠覆半岛现状的秘密协议。两边都是各怀鬼胎，为了利益又熟练地戴上了同志加兄弟的面具。金正恩在北京的国宴上谈笑风生，高调宣称要继承老一辈鲜血凝成的友谊。中国也重新敞开了新一州的物资通道，源源不断的原油再次加满了平壤的地下油库。然而，烈士最讽刺的地方也出现了。就在金正恩去北京见了习近平几天之后，美国时任中情局长蓬佩奥作为特使飞抵平壤，和金正恩举行了秘密会晤，为随后川普和金正恩的见面敲定细节。根据蓬佩奥在回忆录中的说法，为了挑拨朝中关系，他在密室里试探性地对金正恩说，中共高层一直跟美国放风，说美军驻扎在韩国是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只要美军撤出半岛，中国就能帮你搞定朝鲜的安全。
让蓬佩奥完全没有料到的是，金正恩听完后直接笑出来，大叫中国人都是骗子，还兴奋地捶着桌子说了大概这么一番话：他们根本不在乎朝鲜的死活，我明白地告诉你，我比任何人都更需要驻韩美军留在后边，因为只有美军堵在南边才能防着中国，如果美军真的撤走了，中国就会像当年对待西藏和新疆一样，毫不犹豫地把整个朝鲜半岛彻底吞掉。这番话彻底暴露了金氏家族对中国的恐惧和敌意。莫斯科的新筹码，虽然私底下对中国恨得牙痒痒，但在金正恩主动访华之后，中朝关系开始有所缓和。2018年5月，金正恩来到辽宁大连，和习近平在棒槌岛沙滩上并肩漫步。为了纪念这次会晤，中方后来特意用青铜把这两行并排前行的足迹原样铸造了下来，焊死在了海滩边的水泥路面上，作为中朝两国友谊的象征。在铜脚印旁边还特意盖了一间历史展示室，里面挂满了双方谈笑风生的照片。然而到了2020年6月间，这对青铜脚印竟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清除了。紧接着旁边的历史展示室也大门紧锁，随之关闭。原因是朝鲜在进入2024年之后开始全面加速转向俄罗斯。那年的6月，丹东和新义州边境的无线电信号突然发生了极其诡异的波动。长久以来，朝鲜中央电视台以及平壤的各种数据和新闻广播使用的全是中国的通信卫星，但平壤的机房直接掐断了和中国卫星的全部连接，把所有的电视广播和电台的频率在一夜之间全部切换到了俄罗斯的卫星上。平壤方面之所以敢做出这种近乎掀桌子的举动，是因为随着俄乌冲突走向长期的极其惨烈的消耗战，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格局发生了非常有利于金家王朝的变化。身陷乌克兰泥潭的普京，面对整个西方世界的封锁，前线每天要消耗至少几万发的炮弹，国内的军工产能根本跟不上如此恐怖的消耗速度。病急乱投医，普京不惜放下身段向朝鲜寻求帮助。金正恩手里恰恰握着普京最想要的东西。几十年来，为了准备跟韩国的大战，朝鲜在西北的深山里积攒了堆积如山的常规弹药和成千上万门大口径火炮。这些库存原本都快要过期了，谁都看不上，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俄罗斯人眼里的香饽饽。于是莫斯科和平壤一拍即合，金正恩用绿皮火车把几百万发炮弹和火箭弹源源不断地运往乌克兰前线，帮普京续上了最关键的一口气，甚至派出上万的朝鲜军队前往俄乌战场帮俄罗斯打仗。而作为对等的回报，大批俄罗斯顶级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秘密进入了宁边和西海卫星发射场，把中国一直严密封锁、朝鲜一直摸不到门路的一些关键军工技术成套的白送给了金正恩。这里包括洲际导弹重返大气层技术、核潜艇动力设计以及高精度太空防卫卫星技术。跟俄罗斯走到一起之后，金家王朝在面对北京的时候，腰杆在一夜之间彻底挺了起来。韩国国家情报局在2024年到2025年间连续截获了多份来自平壤核心层的绝密电报。电报就显示，金正恩在内部会议上直接向朝鲜驻北京、沈阳和大连的所有外贸代表以及外交官下达了死命令，说从现在开始，在华经贸谈生意的时候，全体人员必须把腰杆给我挺起来，再也不用看中国同志的脸色行事。中国的愤怒可想而知，于是中国开始在丹东和图们江边境全面加强物资管控。原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走特殊通道进入新一州的建筑材料和特殊物资，现在必须经过2次以上的额外开箱检查。任何涉及到奢侈品和高精尖机床的物品一律就地扣留。紧接着中国开始大批驱逐签证到期的朝鲜工人，他们主要由朝鲜政府组织，常年在东北服装厂和海鲜加工厂打工，赚来的钱大头都是交给朝鲜政府的，这是朝鲜靠劳务输出赚取外汇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这种物质上的反制并没有真正勒住金正恩的脖子。
按理说，朝鲜哪怕拿到了再多俄罗斯的导弹技术，他的卡车和坦克想要开动，底层的民生想维持，依然没有办法彻底离开中国的援助。真正让中国难受的是北京彻底失去了对平壤的垄断地位。自从苏联解体后，在过去30年里，金正恩和他的父亲只要不听话，中国就把输油的阀门一关，粮食一停，平壤就随时面临政权饿死崩溃的巨大风险，所以他们不得不一次次跑到北京服软。但现在旁边多了一个随时愿意用石油和化肥来换取炮弹的普京，只要俄乌战争一天不结束，普京对常规军火的饥渴就会一直存在，金正恩就可以通过卖军火在中俄两国之间继续玩弄他祖父传下来的骑枪术，甚至反过来勒索中国。习近平再赴平壤的困境。2026年6月，北京突然宣布，习近平将在6月8号到9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就在这2天，这是他时隔整整7年之后再一次踏上平壤的土地。表面上看，两边的官方媒体正在极力的渲染中朝友好年，但真正耐人寻味的是，就在习近平即将动身的前夕，金正恩的妹妹金宇镇公开放话，明确宣布朝鲜的共和国地位已经是不可逆转的现实。至于美韩甚至中国一直主张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在平壤今天的语境里早就变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梦想。也就是说，中国最高领导人还没有踏上平壤的土地，金家王朝就已经提前画好了红线。你可以来访问，跟我握手，或者在国宴上讲讲假的不能再假的传统友谊，但你别指望我在核武器问题上听你的指挥。这就是中国在面对朝鲜时最尴尬的地方。从国家利益出发，中国当然不希望朝鲜彻底拥核，更不希望鸭绿江对岸长期躺着一个完全不可预测，时常用核武器搞点讹诈的政权。但中国同样不能把朝鲜逼到绝路，因为对中国而言，拥有核武器的朝鲜固然令人头疼，但一个突然崩溃的朝鲜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它意味着会有成百万的难民涌入中国，以及彻底失控的核设施，甚至是美韩军队借着混乱向北推进，直接压在中国边境线上。所以中国虽然恨不得金家人赶紧完蛋，但现在却也只能继续捏着鼻子维持这个脆弱的现状。面对这种被动的局面，习近平这一次为什么访问平壤？真正的目的当然不是去重温什么鲜血淋成的友谊，而是去告诉金正恩，同时也向莫斯科和华盛顿释放明确的信号，中国从来没有退出朝鲜半岛。北京可以容忍朝鲜跟俄罗斯做生意，但绝对不能接受朝鲜完全变成俄罗斯在东北亚的前沿军事堡垒。北京希望朝鲜继续当一个缓冲带，但绝对不能接受这个缓冲带反过来把核武器丢在自己的领土上，或者把自己拖进战争中。历史最讽刺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1950年，爷爷金日成拿着斯大林的批准来到北京，逼着毛泽东接受即将入侵南韩的既成事实。2026年，孙子金正恩拿着普京的支持，又让习近平不得不重新走进平壤。历史绕了一个大圈，朝鲜还是那个朝鲜，他手里的筹码从当年的斯大林变成了今天的普京，从当年的视野朝鲜师变成了今天的核武器。但他对中国的基本策略从来没有变过。我可以要你的钱，你的油，你的生活物资，你的外交保护，但你一丁点都别想控制我。中国养了朝鲜70多年，为什么始终控制不了金家王朝？最根本的原因是中朝两边的终极目标从一开始就是完全冲突的。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体量，要的是大格局下的稳定，边境的安全，不要有战争，不要有核污染。为了这个稳定，中国希望朝鲜听话，可预测，不会惹大祸，做一个安安静静的缓冲带。但金家王朝要的是家族对朝鲜统治的世袭和独立自主，他最害怕的恰恰就是变成中国的缓冲带。缓冲带嘛，当然是有什么事你先扛。所谓鲜血淋成的友谊，到最后真正凝固在鸭绿江两岸的，从来都不是什么同志兄弟的温情，它就是一场充满了猜忌、防备、极限勒索，甚至反复背刺的政治合作。
在这一代金将军眼里，中国才是他的头号敌人。我相信这是真心话。中国显然也很烦这一家子，从金日成到金正日、金正恩，个个都是超级政治无赖，可现实又憋得两个恨不得对方赶紧去死的人，不得不紧紧拥抱在一起。我是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我们下期见。